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欢迎来宾陈立伟、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吕诗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今天的大主题就是要来关心这一场中美之间的关税战了。这一回，川普针对习近平掀起的稀土报复战，针对中国课征100%再加征的这个高关税，希望能够震碎供应链之外，现在艾斯摩尔也在中国的禁令之下恐怕卡关了。中国也亮出了它的锂电池杀招 ，AI 的时代，美国被掐住咽喉，会不会自断生路？今天都会一起做解读。首先，节目一开始3个火线话题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的是，确实现在可以看到在稀土上面已经开始开战了，而这个川普看到习近平开战之后，是一口气针对中国再多加征了100%的关税，另外呢还要封锁中国的软体做全面的出口啊，那么全球的供应链瞬间拉起了警报。但是在此时此刻，我们看到英国的《金融时报》是很酸了，说川普啊，你要针对这个中国加征的100%的关税，要等到川习会之后才敢下，你这个是强硬吗？我看你这根本就是退缩吧。第二点，今天要来关心的是，除了限制稀土之外，北京也亮出它的锂电了王牌了，并且回复美国，他是说呢，我们中国大陆是不愿打也不怕打的。中国反手管制稀土跟锂电池，接下来对于美国的 AI 晶片会不会造成它全面告急呢？这是第二个问题。再来，在缺乏稀土的状况之下，我们看到艾斯摩尔跟台积电也都中弹了。尤其是荷兰的这个曝光机艾斯摩尔，它的出货恐怕会延宕。另外，稀土所需要的晶圆的良率恐怕因此下滑了。稀土的稀缺会冲击全球的晶片生产线。今天我们都会一起做全面的解读。首先，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关心，就是川普10日正式宣布的对中国的100%的高关税，同时针对软体限制它的出口。当然了，这被视为是川普针对 AI 跟半导体时代最凶猛的一击了。当然，中国也不是好惹的。北京迅速的在12号立刻是做出了最新的反击。他说呢，会把锂电池除了稀土之外，锂电池的原料一起纳入严格的审查当中。10月13号这边我们来看到，别担心中国，习主席只是心情不好，这是来自于川普的最新说法。我不想让他陷入经济萧条，所以呢，我们美国啊，其实想要帮助中国的，被视为说川普的这一席话是不是要对中国再释出软化的一个讯号呢？之所以这个川普会害怕，就是因为现在大陆手上握有2大杀招。今天我们要特别关心的就是刚刚提到的稀土跟锂电池。首先，如果没有锂电池会怎么样？电池的链崩哦，因为美国现在65%的大型锂电池全部来自于中国。如果没有这些锂电池，我们看到美国想要发展它的 AI， 或者是它的这些 AI 伺服器，一直到资料中心，甚至是电网、能源的发展都会受到影响。尤其美国呢，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它的电量的使用量其实是翻倍在成长的。这是针对于锂电池对这个中国对美国的限制。但是如果是晶片，如果是稀土的话，就会造成晶片的断裂。首先，稀土是良率跟性能的隐形关键，将会冲击到这些高阶晶片，不管是英特尔，不管是台积电，或者是三星的晶片制造等等。最后，我们来关心的就是军工产业也会受到威胁。目前，美国80%的稀土永磁是依赖中国的，这将会牵动的是美国不管在 F-35战机的发展，或者是它的维吉尼亚核潜舰等核心武器的生产线都会一起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在此刻，美国的国防部当然是非常的担心了，他们决定要摆脱对于中国的依赖，不让中国再垄断了。所以最新川普也祭出了说要做反击，国防部宣布要来撒10亿美元的这么多资金在国内自己做稀土来扫货，但是看到的问题就是推高了国内这些厂商的这个股价哦，包括了 MP Materials 股价暴涨了400%，另外一家厂商也是暴涨了300%。但是分析师直言，就算美国国防部撒了这么多的钱，
制定采购量，但是在5年之内啊，他下了这个单，恐怕都是无法真的做出来的，量实在是太大了，而美国的能力有限。来看到《金融时报》的最新报道，他说，川普11月1号才敢对大陆课征100%的高关税，等于川普再次的退缩了。那么 AP 这个是美联社，则是说呢，美中的贸易战紧张程度已经从休战正式回到了全面的沸腾哦。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吕舰长怎么看了，当稀土锂电池的管制同时进行，对于美国接下来 AI 半导体的影响会有多大？其实我们看到啊，这一次在单独1天之内，中国大陆商务部它就寄出了7项的这个命令啊。那这个7项的命令，其实最重要的也就是第61号跟62号的部分。那61号跟62号，也就是对于你使用的对象，它都加以管制。然后也就是如果你是军工产业的话，就变得以后就是想都别想。那当我们看到这整个部分的时候，其实它甚至对于中重稀土，它也开始进行管制。也就是例如说，对于火啊、对于锗啊这些开始进行管制。那火到底是在做什么的？火其实它也就是我们看到有关于一些医疗用品，它例如说肾结石或尿道结石，那其实它里面需要的一些这些稀土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火。那锗的话更为需要，为什么？因为锗也就是我们讲到一般的核子反应炉，它中间的一个反应器，它所需要的这些稀土元素。那当然，这些稀土元素呢，现在种种的管制，为什么中国大陆都可以打得那么精准？也就是我们之前讲到，中国大陆现在要求每6个月，它就要重新检讨一次。那结果它检讨的时候，它发现了一件事情啊，也就是从去年开始管制之后呢，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比较深黄的部分是泰国的部分，比较浅黄的部分是墨西哥，也就是反而是墨西哥跟这个泰国加大了进口稀土的部分。那它这个稀土是它自己需要用吗？好像也不是。为什么？因为它直接的对美出口的管制，对美进行转口的贸易，也就是说，它其实只是中间的一个转口商而已。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中国大陆它要这样运作，也就是它现在发现了，然后所以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它对于如何出口，你出口的对象它都一一的管制。那但是我们刚刚主持人特别讲到说，美国在它的国内大扫货有用吗？其实没用。为什么？因为我们光看啊，这个是之前无论是镓、锗或锑，那自从开始管制之后呢，中国大陆开始管制之后，这个价格就不断的往上涨，而且没有回头的空间。那如果说我们对应来看啊，这个稀土的矿藏啊，那当然，中国大陆不是唯一，可是中国大陆却是冶炼出来最重要的部分。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啊，那个有关于中国科学院的这一个徐光宪院士，他在1971年的时候，他就已经进入这一个稀土的这个领域，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在做，他是带着一个团队在做，然后除了团队之外，还继续扎根在大学之中。那现在美国说他想要这样，他想要那样，但是其实真正最重要的就是他如何的厚植他的人才。可是他人才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等一会儿我们会谈到有关造船的部分，他连造船都不愿意了，那他们愿意来做稀土吗？稀土其实本身是一个污染性很高的产业啊。是。那其实我们看到啊，对于川普来讲，他又证明了一次他也就是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说，这是他的书《交易的艺术》里面，他讲说最糟糕的做法，也就是表现的不顾一切要达成交易。他现在就是想要给中国大陆一点抬头看看，但是中国大陆不吃这一套。那中国大陆为什么不吃这一套？因为中国大陆已经除了锂电池之外，它现在有钠电池。钠电池是下一代的产物，
那这个宁德电池已经推出了。好，确实哦，所以这个中美关税战打到现在，可以说是从暂时休兵，现在回到了全面的沸腾。那刚刚提到了嘛，川普寄出的100%关税，一直都是要到这个习川会，他认为是见面之后才会来正式生效，被外媒形容是政治上面的退缩，不知道委员怎么看？另外就是中美关税战现在升温哦，中美到底现在谁比较占上风？尤其是现在大陆卡着它的稀土，卡着它的电池，委员怎么看？中美两国在打这种贸易战或科技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双方面都要提高筹码，但是啦，都预留有谈判空间。中国大陆如此，美国也是如此。我们举个例子，他现在中国大陆端出来的稀土跟锂矿的这个管制，它实施的时间也不是马上开始，也都是排在 APEC 之后。为什么？就是你美国对我不断的实行各种制裁，那我忍你很久了，我一定要反击。可是反击呢，留有时间，留有空间，我把时间压在后面。他甚至有的是压到明年1月1号去。好，这个叫做什么？这个交易的艺术哈，这学川普的谈判的艺术。那川普刚开始很气啊，因为一进白宫，这个媒体马上堵麦问他。这个中国对你这个稀土啊严格管制啊等等，他一下子懵了。他说：“你是问问贝森特跟鲁特尼克，他们一个很好的办法，大概晚上睡不着就马上发表意见。中国我加征你100%的关税，哇，大家都沸腾起来了。结果第二天早上他马上改口，等到我们见完面再说。所以双方面就是边打边谈。那中国立场一向是抓得很准。”他很准的地方在于说，要谈大门开着，要打奉陪到底。那现在开始反击，奉陪到底。那川普也要面子，可是双方面都知道，这个打下去对双方面都没有好处。但是也很明显的，这样的打法谁撑得下去？中国撑得下去，美国撑不下去。原因在哪里？今年不是有打过一场100多%的关税了吗？那一场关税一打，结果发现到美国经不起压力测试，中国的压力测试顺利过关。今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大幅下滑，贸易逆差、顺差也都大幅减少。可是中国大陆整体对外贸易以及顺差还都是成长，那这表示中国大陆虽然承受一点皮肉之痛，但是已经成功的把外贸市场分散到其他国家里面去。而相对的，美国呢？不只是皮肉之痛，是伤筋动骨。他最后只好叫这个贝森特，你赶快到这个瑞士去追这个何立峰。哎呀，你赶快到伦敦，你赶快到西班牙。就是他知道再弄下去他的选票会有问题。而中国大陆基本上现在当然经济没有办法像以前打贸易战那么好，但是基本上还有相当的稳定。那这个看起来美国就慌了，因为它有选票的压力，这两边差距不一样的地方。另外就是说，现在到底打到这里，谁比较占上风？老师又觉得呢？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在10月9号大陆提出61号、62号公告之后当天的报道引述一位智库的学者，他的评论就是这是一个经济核战。也就是说，中美之间，当中国大陆祭出稀土全面性的管制之后呢，那打到了美国最痛的地方。它不只是痛，它甚至是被卡脖子，会让你暂时停止呼吸，甚至会让你整个 AI 产业崩解的一个这个措施。因为在10月9号到10月10号连续2天的几项的公告当中他把稀土所有的成品、技术、制程、数据，甚至海外的这些人员，还有呢，如果有产品输出到第三国，那里面这个产品虽然它不一定是稀土产品，但里面稀土的含量的价值是这个产品的1/1000，也就0.1%的时候呢，也要经过管制。对，所以这种延伸管制呢，其实它就变成一个全面性的掌控。那但它并不是禁止出口，它只是管制。所以这个完全就是主动权在大陆这一边。美国这边回应的100%的关税，那不可能做得到，
因为在4月的时候，川普就已经145%，记不记得？而现在的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大概就30%到50%，你再加个100%，那不就回到145？那他那个时候5月的时候为什么要降？因为他发现到那所有的美国架上的商品可能有6-7成就没有货源了，因为整个全球包含美国，它的供应链还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制造的商品。那 AI 的部分呢，会受到什么影响？就是芯片，好，还有呢，也就相关的这些电路啊等等之类。因为不要忘记，这一次虽然讲的是稀土，还有锂电池，可是之前还有几项稀有金属，像镓、像锗，哦，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的，中国大陆跟美国在雷达之间的差别，美国用的是就是叫做这个另外一种雷达，哦，那中国大陆用的呢是氧化镓，然后呢，美国用的是砷化镓，所以这种雷达的差别，光是这个东西都要用到镓，都已经被管制了。我觉得大陆这边呢，现在的做法是，第一个是回敬，回敬是从8月、9月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是持续的，虽然进行4次的贸易谈判，但持续的对中国大陆采取一些制裁、科技，然后呢长臂管辖的这些制裁，所以他回敬他，而且用最打到痛点的这一招。第二个是筹码，中美之间其实大概不会完全的脱钩贯链，也不可能玉石俱焚，那个对两国都会伤害很大。对，所以他们会持续的谈判，所以这个是变成一个未来谈判很重要的筹码。那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新秩序，也就是美国你不可以再用这种方式，这种制裁的方式，你要用互惠平等的方式来去建构中美之间的贸易跟科技合作关系，否则再这样下去的话，那双方我们到时候看谁打得比较痛。对，你的100%只是你的市场，我的稀土就卡到你真正的脖子了。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我们持续聊这一场中美关税战，已经导致了美国现在在国内物价是高涨爆裂，甚至民众得多付大概是60%左右的这个累积的关税。那川普的关税反制，除了美国现在自己民众受到影响之外，另外还有港口税现在也会再掀起另外一场全新的风暴。另外，美国的造船是否沦为笑话？今天这几个议题都会一起来做解读。先来看火线话题3个问题。第一个，美国现在物价炸裂可以看到奶油、泡面现在全部都在涨价。川普的关税战导致成本暴增了60%，全民的痛啊。第二件事情是美国要针对大陆课征的港口税风暴。其实呢，中美现在互打，中国也反制对美国课征这个报复性的港口税。现在全球的运价恐怕狂飙1成，美国人会不会再吞下新一轮的涨价潮呢？这是第二个问题。最后要来关心的是，川普一直要喊我要让美国的造船再次的伟大，但是最新数据是怎么样？这1年呢，中国大陆可以建1000艘的船，但是美国相较之下只有10艘。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现实差距，就算拉拢韩国，就能改写这个海运霸权的地位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来做解答。刚刚说了，在这场关税之下，美国这个海啸这个通膨海啸全面爆发，吃的用的全部都大涨价。我们先来看到几样商品，首先是美国人最常吃的这个乳制品全面上涨，不管是奶油、冰淇淋到优格这些商品，大多是从国外进口的，全面成本逼高另外，美国人常常用的这个番茄酱也爆发了番茄危机包括每年从墨西哥进口大约40亿的番茄占比大约70%，现在被多加征了17%的关税，番茄酱现在一点都不便宜了。最后是橄榄油的危机，大部分都是从欧盟进口的，美国对欧盟又加征20%的关税，未来还可能更高，都由谁买单？美国的民众。另外包括了泡面、咖啡、葡萄酒、茶叶、牛肉、饼干等等，大家最常吃的这一些商品也全面涨价，多了这个关税成本大约达到了67%，都是消费者来买单。美国家庭1年得多支出$2400的支出。节目一开始，请教杨老师怎么看现在美国民众的苦日子才正要开始嘛？其实老早已经是温水煮青蛙
因为从川普当选到他就任，大家就知道他要玩关税战，只是不知道它的规模。然后呢，到他4月份提出全球的对等关税的时候，185个国家平均会高达到30-40%，甚至有的国家高达50%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物价就开始在这个动荡。那但是呢，他就一直拖延，然后呢，维持所谓的基本关税10%，那用贸易谈判的方式。那同时呢，它也让股市能够活络，因为引进投资，还有压低就是石油的这个价格，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物价就一直在那边有一点温水煮青蛙的感觉。可是呢，当它到8月中旬，所有的关税确定了，耶鲁大学整理了，在8月中旬，它的关税来到的平均是21%。然后后来你就看到它对中国大陆又在增加了一些部分，所以现在已经平均超过25%的这个关税。中国进入到美国的商品已经来到至少30%到50%。那如果说11月1号之后再加个100%，真的实践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可是4月以前，外国进口的商品平均关税2.5%，所以你说这个进口的关税一定会到后来转嫁给消费者。那这是一个，就是关税一定会做某种程度的转嫁。那刚开始慢慢的拖延，但是8月中之后呢，现在越来越清楚。你看所有的话，这个美国的这个价格大概都是如此。另外一个，看这个数据，就是就业人口。美国在8月份的时候，他公布一个就业的数字，川普不满意，就把劳工统计局的局长给开除掉。然后呢，9月他就公布这个8月的数字呢，结果是比市场预期低很多，来到市场预期大概只有1/3，2.2万人的这个就业人口。以美国这么第一大经济体，它一个月只有2.2万人的就业，那几乎是非常低的。更糟糕的是，到9月的时候，因为政府关门不是吗？10月份政府关门，所以9月的数据就没有政府公布。可是它事实上市场上有一个叫做小非农公布，这是一个民间的这种人力资源公司，它已经公布有20-30年之久。是。结果他一公布出来，哇，2年半以来最大的降幅在8月份，非但没有增加，是减少了3.2万。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政府的数据，所以表示说所有的企业都不愿意聘人了，因为东西都不断在飞涨。所以你觉得他现在的这个情势是怎么样？当然，关税增加一定转嫁，货物一定会增加，通膨一定会出现，然后呢，公司不敢聘人，这个数据你看完全符合，而且马上这个破口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大。是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第一波这个关税战，民生消费的成本，美国人自己买单已经开始逐渐的反应了。那很明显的直接反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现在大家担心的是另外一波全新的一波港口税的部分，是不是会酿成另外一波大涨价潮？尤其是快要生效的这件事情，10月14号，美国总统川普针对中国的港口税马上就要开始课征了。凡是只要是中国制造或者中国拥有的船只停靠美国港口，都会加征关税。现在有一个初步统计哦，对于航运业者来看，我们看到全球10大航运公司损失金额大约是32亿美元。那这当中有一家损失也比较大，是大陆的中远海运集团，就占了15.3亿美元。但是这一些涨价的成本哦，其实最后可能都还是转嫁给货主或者是消费者，尤其现在来自于航运仲介的警告，运价已经狂飙1成了，还只是开始而已。当然，大陆哦早就有反制的手段，美国在14号课征，中国则是从10月13号开始。提前1天哦，对美国船只课征报复性的港口税，价格定出来了，初期每吨是400元人民币，未来他说呢还会逐年在上调，大家就在看说，不管是南海或者是马六甲的航线，会不会变成全球最贵？这个中美之间的港口战，最后到底谁输谁赢？那么川普加征这个港口税，就可以迫使其他的国家采用美国的船只吗？委员怎么看？川普想得太简单了，我都一直怀疑他的团队到底有没有人有念过经济学啊？这种东西一定输的嘛。第一个，川普说，你知道中国拥有的船只或中国建造的船只，比如说中远应该是中远海运集团，他当然拥有很多船，他的船是供自己这个大陆进出口的。
但只是大陆进出口的1/3而已，还有2/3是其他外国船只在运的。那也只有运到美国港口去，你美国才课得到税。那你运到美国去，说啊，这个是中国拥有的船只或者中国制造船只，我就课你新的船舶税。那问题就来了，他的算盘是说，我美国自己没有船呐，我自己没有拥有船，也没有制造船呐，所以你中国总不能反击了吧？他想的可真美啊！现在中国来一招，他说美国所制造的当然很少，美国所拥有的当然很少，但是美国所投资的通通算在里面。哇，那这惨了！美国的什么贝莱德啊，什么一大堆，通通投资很多船队，而且还派董事的。他说只要有一个美国董事，通通克。哇，那几乎所有的船都克到了啊！日本船、韩国船啊，那这个精彩了。但是你要把中国的船只、造船业打趴了，那现在中国把你的投资也给打趴了，那谁反应快？这还用讲？华尔街股票马上崩盘呐！那你说这个金额大不大？凭良心讲，实在不大了。不管对中国、对美国不大，就是个面子。人活着赌一口气，所以你看中国也刻意留谈判空间。刚开始我刻一点点，美国一开始就是120块美金一吨啊，一个货柜120块美金啊，120块美金你乘以7嘛，等于是快要到1000块人民币嘛。可中国一开始没有课那么多啊，哎呀，隔几天我再课，就是在谈判。你来谈，不谈的话，咱们就兵戎相见。所以这个东西虽然小事情，但是大家要注意到这个要看季节，有些季节里面航运调船都调不到，就像我们排队等公车一样。我那个对厂商是很辛苦的。这个时候公车票随便它涨，当然因为政府压着不会涨了但是船运没有这种东西，就一定会涨。现在是好季节，你课看，每个都涨啊，只涨1成还不止啦。因为到圣诞节之前都是航运热季啊。那你航运热季，好吧？表面上说中洋海运集团好像一年要多付15.3亿，他运费一加都过去了，这小钱啊，所以谁吃亏？当然是你美国的消费者吃亏嘛，那再讲个更有趣的事情，靠中国港口的这个外国船，有美国投资的船比中国造的拥有的靠美国港口还要多啊！你那个有没有算错啦？所以大家皮绷一点比如说台湾的阳明海运。你说没有美国资金投资嘛？他给你算一算，你有美国外国股东就算了，就是美国股东就算了。所以阳明海运搞不好池鱼之殃那这个当然中国大陆现在看起来还是一个比较缓和的态度就是没关系我摆着来谈我也不急这样子。那可是对航运界就开始在加价，有很多航运公司本来找不到理由加价，这个赶快给他理由加价，你看名正言顺对不对？所以我说川普这些团队有够蠢。好，所以这个港口费可以看到中美之间除了争面子之外，这个川普最后还是希望实践的，就是说他希望美国造船业能够再次伟大。但是我们刚刚也看到这个实际的数据，就是以1年来讲，现在美国大概只能造10艘左右的船，但是中国大陆可以到1000艘。就算拉拢韩国，美国有办法抢回他这个海运霸权地位吗？舰长怎么看？其实想都别想为什么？因为我这边要拿出一个数据来这是美国 USNI， 也就是美国海军学会它所提供的一个数据。那我们可以看到2种不同的颜色那蓝色这是基地公司通用动力，它每一年所造出来的伯克级的船。那红色这里呢是 Ingalls， 它所造出来的伯克级的船。我们看到从2023年一直到2026年，它都只有1艘而已。可是如果说我们相对于解放军来讲的话，光2023年我们就可以看到055它一共是完成了3艘的建构，然后对于052D 呢是4艘，那054A 或054B 的话那总共加起来一共9艘，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一些都是军舰的部分那其实呢，我们看到 CSIS 这个智库呢，他在今年3月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报告。这篇报告呢，也就是其实他认定中国大陆跟美国进行的是一个船舶的战争。为什么船舶战争？因为其实不是战争是你自己没有实力那没有实力之后呢，他却说中国大陆企图
在这个方面来赢过它。那我们先举一个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港口，这个造船厂，这个就是江南造船厂。如果我们看江南造船厂的话，它这个有绿色的框框跟红色的框框，绿色的是商船，红色的是军舰哦。那商船一共18艘，那如果是军舰的话呢，一共是13艘啊。那这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如果我们向南看的话，也就是广船国际它的一个广州的龙穴基地的话，我们看到的状况啊，也略是如此。那我们看到这绿色框起来的商船呢，一共是16艘，那红色的军舰一共是10艘。那这个数量呢，那个对于美国来讲，其实这真是没有办法跟它一起并驾齐驱，而且是连车尾灯都看不到了。所以我们看到，在2023年的时候，其实美国就提出了国防工业战略，这个最重要的讲的其实是造船，但是对于造船来讲，其实美国年轻人的这一代，他们都不想做黑手，这个才是美国真正的大缺口。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的，不是中东，也不是在全球的地图上面的俄乌战争，我们要来看到现在非常紧张的局势是位在南亚国家。怎么回事？我们来关心到的是阿富汗塔利班，我们这边称它做阿塔。南亚局势来看到，最近呢是从7处同时开火，越境袭击的是巴基斯坦的这个军队。那根据他这个宣称已经击毙了58名的巴军，另外还有30个人因此重伤，还缴获了大批的武器装备。这一场战役被视为是美军撤军以来南亚最猛烈的一次越境的攻击了。发生了这一场攻击之后，我们来看到巴基斯坦，他的总理是夏利夫立刻跳出来，他怒火中烧就说呢，接下来没关系，你们打我，我们将会血债血还。他也强调呢，这个巴基斯坦目前的国防是没有任何的妥协的空间的，任何挑衅他都不会容忍。尤其现在来看到，因为这一场战役，我们现在看到阿富汗跟巴基斯坦这边的2600公里的边界再度的陷入了激烈的交火当中。这个边界其实过去就已经有些争议了，却因为这一场战役再一次的变成了这个火线筒那我们要来看到为什么今天会爆发这一场战役，主要的原因就是阿富汗境内，它原本自己的这个恐怖组织叫做巴塔近期呢先去攻击巴基斯坦造成这个恐攻，造成了23个人死亡。那巴方也用无人机来反击，是精准杀了他的这个巴塔的2名高层，所以引爆了这一场冲突。那么阿富汗塔利班则是选择来这个护的就是巴塔，让这个战火一夜之间全部烧起来了。会不会变成从这个边境战变成一场重要的区域冲突？尤其是刚刚讲的这个2600公里的这个边界线，会不会变成火药桶？舰长怎么看？如果我们现在来看那个有关于南亚的话，其实真正最重要的是这一条杜兰线。那这条杜兰线呢的出现其实是历史的成因。那在这个历史的成因的时候，其实我们讲到这个是牵涉到在这个18世纪的大赛局。那在这个大赛局里面，其实真正进驻的国家现在都不在这里，也就是英国跟俄罗斯的部分。俄罗斯其实它就是想要透过中亚，然后经过阿富汗，然后对于这一个印度洋有一个出海口。那印度嘞，英国嘞，它真正的想法是，因为如果俄罗斯这样的一个地缘战略成功的话，其实会压迫到这一侧的印度。所以我们讲到说，当年故意画的这个线，那这个线真正就我们讲的这条线杜兰线，真正影响的是什么？也就是这个绿色的这一块，这一块是什么？这一块其实就是普什图人，他的这个部署的范围，这个也就是我们每一次在
讨论瓜达尔港的时候，都说他这边有恐怖分子。其实他是这里的人民。那当初也因为这一些列强啊，他在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们都想要对于南亚有控制的能力，所以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把一个种族用一条线整个的切开，然后切开之后呢，就造成现在的这个遗留的部分啊。而且我们现在一直讲到的是有关于印度如何的插手，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在前一段时间，美国跟英国还特别提到了有关于阿富汗它的最大的空军基地。那他们说他要收回来，你凭什么收回来？你现在为什么要收回来？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好像就是阿富汗跟巴基斯坦两个国家的那个这种冲突，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大国在这里面进行竞逐。确实哦，这背后还有牵涉到的就是大国之间的博弈。除了刚刚舰长提到的美国之外，我们也来看到，事实上哦，这个阿富汗最近跟印度真的确实走得很近，所以也在看说是不是印度透过阿富汗要跟巴基斯坦打这个代理战。因为我们来看到印度跟阿富汗最近有什么在外交上的关系，就是他们各自派出自己的外长在新德里这边会面了。那印度的外长苏杰生就宣布要重启阿富汗的使馆，塔利班也派了外交官进驻到新德里。结果呢，就在这个外交关系转好的同时间，我们看到了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个结盟之后就立刻做了一个攻击这是阿富汗的攻击。那所以专家也在警告说，印度这一步就是透过和塔利班结盟，意在牵制巴基斯坦，包围中国吗？委员怎么看？我们先问一个事情为什么苏联跟美国在阿富汗都被打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上要去考虑的。2个超级大国在阿富汗的打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地形，因为你不管美国、苏联也好，你只要军队派出去，因为那边的地形，你的补给线很容易被切掉，然后很容易被这个围剿，然后这些人你轰炸他在阿富汗的特殊山洞里面，你还真的轰不了他。而且这个塔利班之所以能够生存至今，因为他的老百姓跟他是在宗教上有很强烈的联系，透过宗教所建立起来的这种组织方式，几乎就是很难被这个斩断。那回过头来，我们知道塔利班现在我们讲的塔利班是阿富汗的塔利班，可是我们要弄清楚今天发生战争的不是阿富汗塔利班，是巴基斯坦的塔利班。什么叫巴基斯坦塔利班呢？因为巴基斯坦的内部的政治形势有一些比较倾向于用宗教来统治巴基斯坦的一些军人也好，游击队也好，他凝聚出一团。而现在巴基斯坦的政府是世俗化的伊斯兰政权，而这些属于这种宗教式的这种向往像塔利班一样模式的这种巴基斯坦的反对派，就组成所谓巴基斯坦的塔利班。那因为两边跟巴基斯坦中央政府不合，他打来打去，他都逃到了阿富汗去。那阿富汗在跟美国打的那一段时间这些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完全配合他们跟美国人打，而相对的，巴基斯坦中央政府是配合美国打阿富汗，所以双方面有这种复杂形势底下，不可否认，阿富汗的塔利班的确在庇护巴基斯坦塔利班。为什么？一起上战场的人了，我现在怎么会抛掉你？而且又这抛弃你是不符合伊斯兰的教义的。所以两方面就开始出现很多变成国与国的问题。那有一个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的领导人，那被这个巴基斯坦的军队似乎给打到了，那所以他们要报复，就调集了很多的军队，然后再攻击这个阿富汗跟巴基斯坦边界里面的巴基斯坦的军事的这些哨所啦，这个所谓战体等等。那这种战争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星星之火很容易燎原。那你说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有没有在后面协助这个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有，但是在打的并不是阿富汗的塔利班，但是对巴基斯坦，你通通是塔利班，我不管你些什么东西，那这个就有完没完的。那这个阿富汗的塔利班
印度啦跟中国啦，事实上这个建交都一直在努力当中。那以前啊，这个印度啊，反而是什么呀？反而是跟这个有一段时间哦，跟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没有特别的来的融洽，反正这个当时的巴基斯坦哦，那也曾经啊帮助这个阿富汗塔利班，可是现在是倒过来，倒过来，所以这种国际形势复杂了，一个很复杂。是，但我认为这个战争打不大了，因为美国也并没有说真的要在里面取得什么太大利益，俄罗斯也没有要在里面取得太大利益，都嘴巴讲的。比如说川普说，阿富汗啊，你把那个空军基地还给我，人家不理他，你又怎么样呢？对不对？好，然后这个中国也在担心说，塔利班你不要跟那个新疆的那个东突厥斯坦啊，对独立运动分子搞在一起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多事之秋。短期内不容易平静。好，确实哦，这个阿富汗的塔利班跟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在过去历史上因为有革命情感，所以有一定程度的关联。不过其实呢，这个巴基斯坦过去同样也是跟就是阿富汗的塔利班是重要的盟友哦，曾经在90年代协助他们夺得政权。那2001年还默许他们流亡来重整旗鼓。那为什么今天巴基斯坦一手扶着的塔利班却要护着巴塔宁可自咬之己呢？代表巴国是伏虎为患吗？杨老师怎么看？我要早期应该是这么说了，巴基斯坦是美国的代理人。那个时候呢，他们在阿富汗战争，也就是跟苏联那个是80年代的时候，美国透过巴基斯坦去帮助阿富汗的反抗军，后来发觉，长久支持的反抗军并没有效用，后来就转而在1994年的时候呢，巴基斯坦就去支持就是塔利班。那在特别就是阿富汗的南部以及巴基斯坦的就是西北部这边活动的范围，那就1994年、95年他取得政权了，然后呢，你就看到他们关系变得比较模糊密切，因为美国对他们很有意见。2001年就是反恐战争之后，美国进军阿富汗，那这个时候呢，巴基斯坦又帮助美国，所以可是帮助美国之后，到了之后，这个塔利班政权灭亡。又回到了巴基斯坦的这个境内，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2个这个塔了，一个是阿塔，一个是巴塔，那其实他们本来这个根本就是一起的，但是有人就觉得说，我们应该以巴基斯坦为范围，不要再去打阿富汗，那又跟当地的这些有一些结合，尤其是俾路支省，所以最近后来发生到这是中国大陆“一带一路”的，就是这个中巴经济走廊上面的，经常中国大陆的这些员工受到攻击的时候，通常就是这个巴塔加上俾路支省的这个恐怖分子共同做的。所以当后来美国从阿富汗撤军，2021年，那这个阿塔又回去了，那这个巴塔留下来，那彼此关系当然就密切。那巴基斯坦就有一点很尴尬。这个时候，其实你还是说这个边境的问题是一个过去的这种复杂的关系。但是呢，今年呢，我个人觉得阿富汗做错了一件事情。他以为可以去引印度来去牵制巴基斯坦。因为特别就是在整个以色列跟伊朗的事件之后呢，沙特和巴基斯坦签了军事协议。那阿富汗就觉得说，那我应该去引印度，因为他们看到5月份的印巴的冲突当中，印度吃亏，所以印度当然就捡到枪一样，哇，阿富汗居然要来访问我德里，所以呢，的的确确2个外长在印度见面，而且说接下来要建交，因为阿富汗在克什米尔那边有一点点北方的这种接触，所以他在克什米尔的立场上，慢慢的倾向印度。那这个是巴基斯坦觉得这个更严重了。我讲句实在话，这个巴基斯坦阿富汗根本搞错了。你真的以为印度能够去牵制巴基斯坦吗？印巴空战当中谁输的？对，你真的相信印度那一套吗？更重要的是，你背后惹毛了中国啊。还有呢，你也惹毛了伊斯兰国家啊。就是像是沙特、伊朗这些国家。所以他这里搞不清楚。那以为说借此可以去牵制巴基斯坦，帮助巴塔，那真的是为了小兄弟啊，不惜一切。那为什么他连续下台2次，这也是有道理的。
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观众朋友，今天南海情势，我们要来赶快关心，在铁线礁这边又再次的爆发冲突了。这一次，我们来看到的是大陆的海警朝着进入海域的菲律宾船发射了水炮，并且发生了冲撞。为了宣示主权解放军的南部战区，尤其呢都在长假的期间，还是出动了各式的武器3款。第一个歼16，当时是挂载霹雳15，还有它的反舰导弹，近距离来展现威慑力。第二个是它的轰6K，挂载常见20巡弋飞弹，可以打到最远距离，甚至到关岛。最后是它的054A画面上我们来看到，包括它的054A 型的导弹护卫舰。搭配的是红旗16跟鹰击83反舰，形成海空联防，而且时间点是非常的敏感的，因为华府才刚出了这个最新的评估报告把菲律宾列为是7大盟友中牵连风险最高，但是呢战略价值是最低的一个国家盟友。他说呢，如果美国你真的介入到这一场中菲在南海的冲突的话，事件可能就会意外的升级为美中的冲突。但是其实中菲的争议根本就不涉及美国的重大利益。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美国在这一场中菲冲突中是不是会袖手旁观呢？委员怎么看？所谓战略价值对美国不高，同样对中国也不高。它的战略价值是等值的，为什么？第一个，中国不会想要去打菲律宾的本土啊，菲律宾也没有能力打中国的本土，就是抢了几个岛礁而已啊，抢了几个岛礁，菲律宾根本不是对手啊。那你美国来干嘛？你又不能长期驻守，为了那个岛礁长期驻守，你也不划算。那铁线礁，你有没有看看现场状况是什么东西？那中国也就是一个还对菲律宾留有颜面，他也不会出重手。为什么？啊，你来我就用一只手把你推一推而已啊。因为他的等待不想跟菲律宾搞得太难看，他只是因为小马可仕，中国的耐心说，我反正等到小马可仕卸任了，换上新总统，留个颜面嘛，不要弄得太难看嘛。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中国是保持耐性，但一方面假装强硬的应付你，把你推一推，这个是不会称为大问题的。但是你如果美国为了这个铁线礁是什么礁要大举介入。你也没有正当性啊，你是保护菲律宾吗？这跟菲律宾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啊！你这个尸老兵皮，弄那么多航空母舰，你能等多久？中国就看着你那边闹笑话，对不对？他也不一定会跟你冲突啊，他就你来了他也来，可以对峙一下。但是中国就是在家门口，整个补给啊，这个比较便宜。那你美国来一趟1万公里，看你要花多少钱？所以美国人自己很清楚这是不划算的，那中国也没有要把它当作很划算的事啊，所以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新闻的一个花絮就可以了。好，同样的问题，那老师怎么看？美国不会为了菲律宾跟中国开战，就像美国不会为了台湾跟中国直接开战。这倒不一定是说距离遥远，军事战争难料。而是一个核武国不会跟另外一个核武国开战，这是核武吓阻的基本原则，以及它吓阻的效应。以现在中国，特别在93之后，它整个军力的成长，其实已经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它也许不一定去第1级美国，但是它可以让美国的第1级之后没有办法在第2级，也就是它可以完全的去针对美国的军事做相当大的攻击跟毁灭。所以这就是叫做核武吓阻。那中国的军力，我觉得不是在针对亚洲的任何一个国家，菲律宾应该了解。所以现在他们是水炮，而不是火炮。也希望不会变成火炮。我想菲律宾应该也了解这个情况。那菲律宾当然也都知道，如果他真的用火炮对付中国的话，那迎来的一定是很强大的攻击，而美国呢，大概也袖手旁观。不可能跟中国直接进行战争，那就会是一个真正的2大国的核武冲突，那难以想象的了。
好，针对这一场冲突，目前在中非之间其实还是算是比较规模小的一个冲突，但是我们要来今天在这背后再解读一下，因为大陆祭出了它一些比较新的武器，包括我们先来看到是解放军在海南的西部门港这边出现了2艘巨型的无人潜航载具，可以搭配鱼雷或者是它的反潜武器哦。那另外第二件事情就是现在它透过它的电子战可以制造这种制造一个雷达之后就可以制造模拟大型舰艇，而且这个舰艇是300公里外哦，它可以假装有一个舰艇在那边来混淆外机的侦查。吕舰长怎么看？未来就靠这些武器可以提升它的战力吗？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有关于大型的这一种无人载具啊，我们刚刚有看到过，其实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啊。那这个位置呢，其实它是一个服务，但是这个服务是专门给这个超大型水下无人载具所使用的，而且对于最近的一篇报告，它是说已经不应该叫它超大型了，应该叫它超大型，因为它实际上来讲，它甚至可能前面有它的鱼雷发射口。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武器？其实是配合的中国大陆沿海的地形，也就是有关于第一岛链的部分。其实因为第一岛链无论是从黄海一直到台海，它的水是比较浅的，不适合那个这个潜舰运动。但是呢，我们讲到说这一个实际上现在无论是日本或者是台湾，都讲求说要使用这个无人的舰艇。那其实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对应的一个准备。那至于电子战，刚刚讲说模拟出一个不存在的舰艇，对，那这个不存在的舰艇是怎么样制造而成呢？也就是我先接收你的电磁波，然后呢我做 copy 之后呢，你原来这个电磁波应该会再反射回去，可是因为电磁波反射回去要决定于它的接收机的灵敏度，所以我就扩大这个电波再反射回去，你就会收到一个好像有一艘大船在那边。但是实际上你传到那里，或者是你战机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却发现什么都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为什么虽然谈到这个有关于电子战的方方面面啊，那但是呢，现在大家最后还是讲求说实际上有这个海上巡逻机你必须要抵达，而且海上巡逻机上面一定配备有这一个无论是红外线或者是这一个可见光的一个侦收系统，也就是实际上要眼睛有看到啊。对。那至于说我们刚刚讲如何复制这么一个电磁波的话，那也就是我们之前常常看到啊815电子侦察船，那这个叫做改流子，那这是大陆他们的一种说法啊，也就是经常在各大重要的一个演习的场域它都会出现。它为什么会出现？因为它就是在做这一些电磁频谱的接收跟扫描，也就是因为他们在进行对抗的时候，那当然它还是使用训练频道，但是训练频道跟正式使用的这种作战频道，它其实只有跳频的方式不同，可是它同样的使用同一个波段，那同样的，我就未来在这个波段出现相类似这个讯号出现的时候，我就可以进行这样模拟。所以电子战的基本功其实是建立在平时。好，谢谢舰长，谢谢。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观众朋友，你有没有买加密货币呢？我们要来看到最近加密货币遭到川普挟起整个交易市场，包括了190亿美元是在一夜之间直接蒸发了。但是有人赚爆了，它就是川友是否有内线在做海捞呢？今天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注。这一场交易被视为是真实血泪版本的血洗级的
针对的金融大屠杀。上周末，加密货币市场正式的崩盘，短短24小时之内，强制清算金额高达了190亿美元，另外还有160万笔的杠杆仓位，全部都遭到了斩仓哦。比特币的价格，赶快来看到，从12.6万美元暴跌到了10万美元，全部是因为川普的一句话，当时他说了要对中国大陆加征100%的关税的言论出来，成为这次导火线。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就是在川普他公布这个加征100%关税之前的半个小时，突然间是有一位神秘的巨鲸。突然间大举加码做空单，这个空单一下了之后，比特币、以太币的价格是全线暴跌。这一位巨鳄哦，他就一天之内获利了2亿美元，算是本次最大的一个疑点，等于海捞了新台币620亿元。这真的只是巧合吗？还是一个内线消息呢？而且这一次发生的史上最大的清算事件，比过去往年来都还要更严重。我们看到，不管是这几次4次过去曾经有清算的事件，最高金额来做相比的话，其实都落在4亿到最高28亿美元。这一次190亿美元，比过去3次加起来都还要更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川普一句话可以让交易市场190亿美元蒸发，这一次清算到底有多严重？这个加密货币真的已经是脆弱到说，川普说一句话就可以改变市场行情，让华尔街成为提款机吗？委员怎么看？这一次的加密货币的算是崩盘吧，因为20% 算是崩盘。这个崩盘有3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川普突然之间启动的中美强烈的贸易的对峙，跟未来可能的风险，任何一个在政策上或者市场环境上波动的一种消息出来，对于那一些平常价格波动幅度就比较大的物品，或者像加密货币这种投资对象，它很容易放大它的这个效果，最后呢造成暴涨跟暴跌的现象。那现在因为政策出来是不利的，所以本质上就容易暴跌。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种所谓的加密货币市场是一种高杠杆的作用。什么高杠杆作用？就是说你可以花1块钱去买100块的东西，那很多的加密货币的这些网站上会借你钱，那可是啦，它的 liquidation 就清盘的幅度也很小，稍微跌个10%就要你清盘，那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它就很容易暴跌，因为你到了就被清盘掉了，所以才有今天这种现象。那第3个原因呢，就是连锁效应，就是有神秘的人，应该不止一笔啦，就是突然之间在川普开口之前的时候就下单。你要知道，这种市场里面有个很奇怪的，当看到好像有大户进场的时候，其他人都会跟啊。有时候就是一头雾水，不晓得跟的对与错呀，反正不管了啊。我看到吕律师卖空，我就跟着卖空啊，我管他3724，因为他是大户嘛，他比我大户啊，会有这种现象。所以这种连锁效果是这种波动幅度比较大的市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那这种现象在什么？在那个什么牛奶市场还有那个什么大豆市场就很难发生，因为它那个有实质的交易在这里面了。那这一次，当人家怀疑你川普开口30分钟，怎么突然之间有人这么大笔放空？那这个是前30分钟等到他开口以后，放空的数字是一大堆那整个就被垮下来了这种叫做一窝蜂的，我们也经常讲叫 herding effect 就是前面有一只这个鸭子突然间走转，其他后面的鸭子也搞不清楚状况，全部都走转类似这种情形是那就会造成这种闪崩现象。那有很多人就赔得很惨。听说台湾有一个名人姓黄一夜之间赔了好几十亿的钱10亿的钱，超过10亿。那可见他这很有钱不过当然也有人很可怜但有人海捞，那海捞的人是不是川普的好朋友？这不能排除，因为川普旁边有一群人专门在跟他一起在搞加密货币的，但是这个在美国的政坛上好像可以被接受，
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被接受的。这是不是很奇怪呢？那川友友现在看起来就是大家都赚钱，反而是川普政策在收割老百姓吗？杨老师又怎么看？我的推测哈，你要知道现在去玩加密货币的人呢，其实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的情势都非常敏感，尤其是中美的这种谈判啊。那因为我们都在注意到这个事情，你现在算一算，从10月9号中国大陆的11长假回来的第一个上班日，61号跟62号商务部的公告，它是什么时候发公告的？早上大概我们讲台北时间、北京时间9点多钟。我很记得，因为我10点多钟我就在做评论。川普是什么时候讲说这个100%的？中间大概差个几个小时，不到3个小时，他反应很快。川普反应很快，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美国是一大早，美国是晚上的时候，他马上就用这个100%的反应，因为什么？我当场把他那个Truth Social的给截下来，我们看到这个报道。所以呢，如果反应快的人在这个落差的2个小时之内你马上去做空，因为你看到大陆这边做了一个全面性的稀土反制，这是非常大的，因为稀土的议题已经我们看了好几个月了。中国大陆在2001年就把它列为目录，然后呢出口管制，到了去年10月份的时候呢，开始在做更进一步管制，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又再加了7个项目，但去年是针对嘉锗的一些稀有金属，那今年的4月份呢是7项的稀土元素，所以大家都在跟这个东西。现在突然来个东西那他就预测，我现在推论了，他说这个川普一定会强烈反应，那这个强烈反应一定会有市场影响，我就做空一段，果然赚到，可是现在稀土又那个比特币又回来了，又回到12万3了，你看。经过了一个周末，它又回来12万3，为什么？因为稀土是固定的，它其实现在认为稀土、黄金或者是银这些大概都会变成一个避险的工具。所以当你变成避险的工具的时候呢，当中美两国有重大的这些宣示作为的时候它影响市场那个波动会一下子很剧烈的。你看台股今天抗压性还够，但是也掉了300多点，可是有一些呢反而它有。这个抗压性反而有涨，台达电还这个涨到历史新高，所以也就显现出有的人看得懂这个局，他敢做；那有的人呢，也许有他的管道。那最明显的就是他可能跟川普这边，他大概知道，我等一下发个文那你们注意一下那样子。那大家一听到的马上就开始一个动作，然后呢，等他的文下来之后，再赶快接着去买，那可能就会赚一笔了。好，那如果作为川普的朋友有内线，那如果不是川普的朋友，如果你只是一般老百姓，现在市场又传出来另外一个是大悲剧他是知名的加密网红，他叫加利奇他因为爆仓，现在损失惨重，被发现最后是沉尸在兰博基尼里面这是最新的新闻。那头部中弹，不知道到底是自杀还是外力，但是他在身亡的前一天，他曾经向家人表示自己因为财务压力感到沮丧，甚至他那时候已经写好了这个告别的讯息。所以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到底谁应该要负责，自由市场到底还有没有所谓的公平，在美国好像都已经不意外了。舰长怎么看？太多的人相信这一些都是公平的，然后都有技术可以分析，然后但是呢，实际上来讲，技术分析都是由统计整理出来过往的一个状况的。但是如果过往的状况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到，其实4月中旬的时候，也曾经发生过一波类似的状况。那个时候，也就是因为川普的对等关税，大家哀鸿遍野。可是那个时候，也就在4月10号，川普突然在他的 Truth Social 里面写了：“现在是投资股票的好时机。”谁相信呢？谁敢买呢？但是就有人敢挺进市场。那些人是不是川友友？因为他们坚信川普其实就是言出必行，所以一定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真的只是这样吗？
而不是有其他的管道通知他的这些好朋友，然后来直接的在这些之前我们讲到的是股票市场，那这一次呢是在加密货币这个市场里面赚得盆满钵满，赚回来之后呢，是不是要给川普他的一个政治现金呢？这样的一个 circle 其实是很可怕的而且我们刚刚透过那个我们蔡正元老师的讲解，就是其实现在慢慢的以比特币来讲，它又回到了之前的一个是不是有人先那个布了空单，然后呢还空单回补，这么聪明啊，这么快就知道川普他其实只是佯装作态，也就是我们刚刚第一节一开始所讲到的，他立刻还说，哎，我们还是要见面的。为什么这些人都能够料事如神呢？那当然了，大家都会说，这个是因为川普这个 taco 的特性，或者是发夹弯的特性，使然。但是呢，其实我们应该回头来讲这个样子，其实这个相关的监理的单位应该要介入，但是偏偏这个加密货币它的本身的特质，也就是它使用了区块链，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那个对于实际上发生什么样的状况，然后让大家都能够了解。那所以呢，就让的更多的人可以在里面那个操纵这一个市场，这个才是最可悲的地方。好，谢谢。